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切身，但多数人可能一直深信不疑的迷思。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以为只要买了最新的电动车，或者只要耐心等待那些科技圈的亿万富翁发明出某种超级机器，气候危机就会自然而然的解决，而我们完全不需要去改变现有的高消耗生活方式。但今天的知识拆解将会告诉我们，这可能是一个极度危险而且过度舒适的错觉。我们今天将深入拆解多伦多大学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Imre Slemon 教授的最新分析报告。透过他的专业视角，我们将剖开这层被精心包装的绿色滤镜，看看这些所谓拯救地球的科技解放背后的真实运作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这份知识拆解，我们会沿着一条非常清晰的逻辑线来推进。第一，科技能拯救世界吗？第二，矽谷的历史根源。第三，绿色科技乐观主义。第四，科技解放的残酷现实。第五，夺回气候行动主导权。第六，重新想象共作文明。这6个阶段将带领我们进行一次深度的思维重整，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科技迷思。进入第一部分，科技能拯救世界吗？无痛转型的幻想。重点来了，我们必须先确立一个客观的认知基础：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高效能电池技术的进步，这些绿色科技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我们在应对极端气候变迁时绝对不可或缺的工具。Slemon 教授的分析从来就不是要我们反对科技本身，但这份研究指出的核心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把这些崭新的技术硬塞进一个本来就已经严重损坏，而且以无止境消耗资源为本质的经济系统里面，这些科技是绝对不足以拯救地球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这就像是你试图用一颗新进、最高规格的绿能电池去驱动一台轨道已经完全错乱、注定会冲向悬崖的庞大火车。火车的动力来源确实变干净了，这点没有错，但它冲向毁灭的目的地却完全没有改变。Slemon 教授在这段论述中提出了一句非常犀利的核心观点，他指出，绿色科技乐观主义其实是一种只要转型不求改变的幻想。这句话的背后，精准点出了当前精英阶层对社会大众贩售的延续性承诺。什么叫做延续性承诺呢？也就是他们试图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继续维持目前这种极度浪费、高消耗的生活模式。举例来说，我们依然可以每年无缝接轨换一支最新的智慧型手机。我们依然可以享受24小时运作的跨国快时尚物流，大型企业也可以继续维持惊人的利润倍增，一切的社会结构跟生活习惯都不用改变，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只是把提供动力的能源从燃煤换成太阳能而已。这份分析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简化逻辑。它将庞大且复杂的社会资源过度消耗问题，硬生生地降级成了单纯的硬体设备替换问题。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矽谷的历史根源，从嬉皮到寡头。既然这是一个充满漏洞的无痛转型幻想，那我们社会大众为什么会如此轻易的买单呢？为了厘清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溯历史，去探讨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习惯性的把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少数几个私营科技企业的富豪身上，而不是信任公共机构、学术单位或是民主制度？Slemon 教授的报告提醒我们，这个权力与信任的转移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经过了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演变。根据研究资料的历史梳理，这个演变过程可以非常清晰地分为3个关键阶段。首先是1960年代，当时的美国充满了反文化与嬉皮运动，那个世代的年轻人极度不信任拥有庞大资源的政府与传统大企业，而个人电脑等早期科技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对抗权威、实现个人解放的工具。
接着进入1990年代的 Web 1.0 时期，这股反叛精神居然与自由市场的商业逻辑产生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学术界所称的加州意识形态。当时的网际网络被包装成能够推动全球民主、打破阶级壁垒的自由乌托邦。然而，时间快进到2020年代的今天，各项资料指出，当年那种反对企业垄断的嬉皮精神，其实早已经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渴望市场垄断，认为少数科技精英能够单独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现代矽谷意识形态。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来到第3部分：绿色科技乐观主义、亿万富翁的思维模式。有了前面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脉络之后，我们就能够更透彻地去拆解目前每天占据我们新闻版面的那些现象。这些科技寡头到底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推动气候解放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当我们把绿色环保的标签贴在这个已经高度商业化、追求绝对垄断的现代硅谷模式上时，就诞生了这份报告中所严厉批判的绿色科技乐观主义。根据这份深度的学术分析，这种亿万富翁的思维模式可以具体归纳为3大支柱。第一，他们深信伟人推动历史。我们经常看到某些科技巨头被媒体塑造成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唯一舵手，仿佛人类文明的进步完全是由这几个孤独的天才独自推动的。第二，他们将贪婪与无止境的成长重新包装成了创新与美德。在这种逻辑下，所有的环境破坏都可以被视为下一个庞大的商机，因为只要能发明出新机器来修复它，他们就能再次获利。第三，他们极度敌视公共政府，他们往往将民主决策的过程与环境法规的严格监管视为阻碍人类科技进步的绊脚石。我们甚至可以半开玩笑地说，在他们追求极致效率的蓝图里，或许连马路上的红绿灯都是阻碍人类进步的累赘。在这种观念下，政府只是无能的代名词，只有私人企业的效率才能真正拯救世界。我们可以透过一组逻辑对比来进一步厘清这个观念。目前社会主流的科技乐观主义大胆假设，只要科技本身不断发展，它就会自动为全人类带来社会进步与生态修复。但是实务上的科技批判角度则坚定主张，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科技是完全中立的。每一项被开发出来的硬体设备或软体演算法，都深刻内建了制造它的那家跨国企业的政治价值观与资源分配倾向。学者明确提醒我们，当一家科技巨头投入巨资去开发一项绿色产品时，从商业运作的最基本本质来看，它的首要目的往往依然是为了股东创造最大的利润，并且扩大市场占有率，而不是单纯无私地想要拯救地球。这是一个我们在阅读各种科技新闻时绝对必须具备的客观认知。我们继续聊下去，进入第4部分：科技解放的残酷现实，真实世界的失败。当这种由少数富豪主导，而且以利润为核心驱动力的科技解放，实际应用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那些规模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生态灾难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研究显示，理论上在实验室里看起来非常美好的创新，到了真实的环境战场上，往往会暴露出极为残酷的弱点。我们直接来看几个具体的实务案例。第一个案例，我们来谈谈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垃圾带。根据科学团队的严谨估计，目前这片海域漂浮着高达1兆8000亿件的塑胶垃圾碎片。过去几年，科技圈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非常高科技的海洋吸尘器计划，试图用自动化的船只在海上收集垃圾。这听起来是一个完美的科技解放，对吧？但真实的营运数据却非常打脸。这些高科技船只每天的运作成本高达2万美金，而且即便它们全天候在广阔的洋流中运作，其收集垃圾的效率依然远远比不上垃圾增加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同一时间，全球每分钟依然有相当于2辆大型垃圾车容量的新塑胶被直接倒入海洋当中。
这份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科技解放就像是家里的水龙头破裂了，水流满地，你却花费巨资去发明一台最高级的人工智慧拖把去拖地一样，它完全没有解决源头持续制造污染的根本问题。第二个案例，我们来看看备受产业界追捧的碳捕捉技术。这个技术号称可以从大气中直接把二氧化碳吸出来并安全储存，但它在实物上面面临3大致命伤。首先，建制与营运的成本达到了天文数字。其次，从热力学的物理角度来看，要在浓度极低的空气中吸取并过滤碳分子，这个过程本身就极度耗费能源。如果这些能源不是来自100%的纯绿电，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而最严重的一点是，许多环保学家严厉批评，这种技术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大型石油公司的免死金牌。报告指出，部分企业利用投资这种尚未成熟、难以大规模商用的技术作为公关借口，宣称他们未来可以把碳吸回来，借此来合理化他们在今天继续大量开采化石燃料的破坏行为。学者警告，这其实是一种把气候责任推卸给未来的危险赌博。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消费市场非常常听到的神话，叫做循环经济。很多科技倡议者不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做好资源回收，运用新技术，我们就可以无限期地维持现有的高消费水准。但是，根据德勤顾问公司最新的循环经济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真正在运作的循环率大约只有7%，剩下的93%的资源，最终依然是被丢弃掩埋，或是直接送进焚化炉烧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代的工业产品往往是极度复杂的复合材料，把塑胶、金属、化学粘合剂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导致在化学技术与经济成本上，我们根本无法有效率地将它们拆解分离。这份冷酷的数据在数学上直接证明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单靠末端回收这项科技来解决全球前端疯狂过度生产与消耗的危机。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发现单靠科技硬干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现在进入第5部分，夺回气候行动主导权，台湾的实务情境。分析完全球的宏观现象与数据失败案例后，我们现在把视角拉回到地缘政治与地方层级。当这种全球性的科技意识形态碰撞到像台湾这样以高科技硬体制造业为经济命脉的地区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客观看待我们自己在全球供应链所扮演的角色呢？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哦。Seaman 教授提醒我们，在我们盲目拥抱任何号称能拯救世界或是带来庞大经济效益的绿色科技之前，我们必须冷静下来，从社会成本的宏观角度提出3个极度尖锐的灵魂拷问：这项科技的引入与制造，究竟是谁获得了最庞大的商业利益？又是哪些基层群体或地方自然环境承受了实际的损害？为了支撑这项新科技的运作，我们有哪些传统的或多元的生活方式被迫走向终结？作为生活在科技岛上的我们，这是每个人都该深刻思考的切身问题。我们直接以当前全球最火热的 AI 人工智慧产业为例，来做一个非常实务的探讨。台湾拥有世界顶尖的半导体与伺服器制造能力，这是我们的产业优势与骄傲。然而，这些经常被国际行销归类为数位、干净、未来感的 AI 软体与伺服器农场，其背后其实需要极度庞大的实体资源来支撑。举个具体的例子啊，根据近期的学术推算，像 ChatGPT 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光是在初期的训练阶段，可能就会耗费数十万加仑的淡水，而在日常运行时，大约每回答10到50个问题，机房就会消耗掉1瓶500毫升的纯水来进行散热冷却。这还不包含其庞大的电力需求。当全球科技巨头在硅谷高呼 AI 能协助解决气候问题时，这份报告提醒我们，他们往往将这些巨大的水电资源消耗与环境成本转嫁到了负责实体硬体制造与运算机房所在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新科技时必须具备的批判性思维。世界上没有任何科技是真正无形且零成本的。来到最后的第6部分，重新想象共作文明100年一遇的历史转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甚至看似无解的结构性困境，这份分析报告并不是要我们陷入绝望，而是引导我们拉高视野，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来看待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拉长，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其实正站在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上。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段宏观的历史对比。在1850年代以前，长达10000年的人类农业文明里，整个社会的运作主要依赖的是人力、兽力以及少量的自然动力。而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这种建构在无止境燃烧煤炭与石油上的化石燃料社会，其实不过是过去这大约175年来的产物。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目前这种依赖极高碳排放、追求无限经济成长的生活模式，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是一个极端短暂的异常状态。这份研究深刻地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的任务绝对不只是单纯把驱动这部巨大机器的化石燃料换成锂电池而已。我们正处于一个罕见的历史窗口，我们拥有一次100年难得的机会去重新检视，并且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我们的文明结构。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从物理法则与资源消耗的现实来看，单靠发展新科技绝对无法单独解决当前的气候与生态危机，科技必须配合系统性的消耗减量才有意义。第二，如同今天拆解的报告所述，目前主流的 C 股科技乐观意识形态，其本质往往是为了保护现有资本市场的运作逻辑与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让他们能以拯救者的姿态继续主导未来。第三，我们必须体认到，真正的气候解放需要的往往是深刻的社会与经济结构转型，这需要民主制度的介入、公民的参与以及集体的规划，而不是单纯被动的等待科技寡头的施舍。这份分析最终的强烈呼吁是，我们不要再把定义人类未来的权利轻易交给少数的科技企业。科技应该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强大工具，而不是用来延续破坏性经济模式的挡箭牌。那么当下次你看到科技巨头又推出一款号称能拯救地球的绿色新产品时，你会选择盲目买单，还是开始计算它背后的隐藏成本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绿色科技是必要工具，但迷信科技能解决一切的乐观主义，会让我们忽视核心的系统性耗损。基本市场的利润逻辑无法拯救地球，我们不能将未来外包给少数科技寡头。真正的转型必须面对资源重组，夺回公民决策权，才能建立真正永续的文明。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